诺克斯这次的战犯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诺克斯难道不是间接害死了 Zero 吗？诺克斯这人没有刹车，一旦决定要这么做，就真的会朝着那个方向一直冲到坏掉为止。制作方在访谈里还说诺克斯是温柔的人，但时至今日，观众真的有对他产生这种印象吗？诺克斯或许就是那种不跟对方好好沟通就会变成这样的给孩子们看的必要之恶吧。我也没想到短短一集就能让诺克斯的风评跌到这种地步，但如果我说诺克斯被大家冤枉了，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 Z 子近期发展的心得体会。如果目录中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与我们一同进入二度情吧。原本在上期我是打算在探讨诺克斯与德雷迪的关系性时插入一段关于幻影与德雷迪的脑洞的，可那终究是诺克斯专题解读，整测出显得有些跑题，只好作罢。趁着这次临时加更，赶紧把这个补上。简而言之，灵梦的诞生是幻影利用了德雷迪的深层心理所导致的结果。这看似是句废话，实则不然。毕竟主动找上 No.2 利用其噩梦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常规梦魇那种机械式做任务只为打开梦主心灵之门的情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关于德雷迪为什么会做怀孕的梦，数月前我们也已分析过。由于特工工作无时无刻不伴随着生命危险，加上害怕梦境学习法的后遗症会遗传这一层顾虑，No.2 是不敢生孩子的。对于是幻影利用了这一点，让其噩梦成真。之后的剧情，各位应还记得 No.2 为保下灵梦选择了背叛组织。在我看来，Code想要研究这个噩梦的产物是必然的，且意外得到了珍贵的样本，组织也不至于会把它随意处理掉。那么 No.2 会因为 Zero 在电话里对灵梦用的处理一时就应激成这样，甚至做出了之后的种种行为，无论怎么看都反应过度了。因为产后激素分泌的一些原因，母亲本人性格大变是合理的。对，确实合理。不过灵梦是凭空变出来的呀。相较而言，从 No.2 是受到了幻影的潜意识操控才做出了这些的方向去猜测，是不是也可以呢？可以。你以为你是出于自身意志才为了灵梦做了这一切，实的是我让你以为你是出于自身意志才做了这一切。毕竟幻影还不止一次变成灵梦的样子来刺激着 Lady， 他会干出这件事一点都不让人意外啊。对，至于幻影的最终目的，大抵就是利用The Lady 想要为了灵梦打破梦境与现实的界限这点，让他们梦魇得以彻底解放了吧。当然，我不排除The Lady 即便知晓自己已被幻影利用，仍决定要这么做的可能。而若想知晓事情的全貌，下集的三人对话应是最合适的场合了，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吧。趁着机会，我想再聊聊 Code 将灵梦视为复制品这点。重新复盘过后，我发现他们具体指向的应是梦魇的副食品。Code 那么重视灵梦，不是因为它是什么的副食品，而是它是由谁造出来的。对，将此解读为从噩梦中诞生的人类副食品，或许更为妥当啊。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之前单凭这点就说这个副制品的原初版本是万金末的妈妈，实属欠妥。对，话虽如此，为什么灾厄会被困于末婴儿时期的梦里？为什么这场梦里灵梦扮演的角色会知道莫的名字？为什么他穿的衣服会和第一集把莫拽入 Z 屋的女人一模一样？这些剧里都未揭晓，可所有答案都指向了莫的妈妈，不排除我们歪打正着的可能。假如是发光女人直接参与了前期最重要的剧情，妈妈只不过是我们中期结合其他一些东西去猜的人选而已，不一定的。对，反正比起《晚安战队君王者》里基拉妈妈那种工具人写法，或者某些作品里把观众当傻子糊弄的写法，我更希望这只能把莫的妈妈写成《火影忍者》里漩涡九星奈，也就是前代九尾人助力那种戏份不多但分量很足的存在。对，顺带一提，遗忘的声优竹内顺子配过最知名的动漫角色之一，正是漩涡鸣人，而幻影的声优也配过漩涡向日葵。对，抛开向日葵成了鸣人妈妈的恶搞不谈，官方感觉也在有意无意 Q 火影，就看之后的剧情中莫的妈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吧。随着 Code 据点接连被破坏，意识到世界已然进入中年的 Zero 选择向各国政府及搜查机关公开梦魇的情报，这也使得成华终于知晓了红爸的死亡。该剧情展开本身没有问题，可若从人物塑造层面的角度来看，就有股说不出的怪味了。只因成华竟然不是从亲眼见证了红爸死亡的莫那里得知的真相。我理解成华一度处于认知被修改的状态，莫告知其真相只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
而这个问题明明随着 Number 3的死亡已暂时告一段落，继续隐瞒陈华就显得意义不明了。这么多集了，每天都爬窗，你还跟他嘻嘻哈哈，你也不说。对啊，哪怕莫是不想让陈华像是预知梦里那样彻底崩溃，或者在这个阶段他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暂时不愿面对这件事，他思考的过程还是有必要向观众交代的。类似的问题在诺克斯被西格捉走以后也出现过。随着新任务开启，莫全程没有再提起过诺克斯，也没想过要如何应对他被抓的局面，只顾着和美浪美美捉猫。要不是有德雷迪搭把手，莫心心念念的小鹰嗓怕是早就被西格玩死了。同样的，这次也是等寇的据点接连被破坏，陈华从中得知了红爸的死讯。那换个角度想，寇的不公开机密文件，他岂不是这辈子都无法得知真相了？但是他最应该恨的是 Code。是，不过莫选的知情不报也是事实啊。就是，即便陈华之后会因为这件事，或者因为莫没能救下红爸而迁怒于他，都是正常的。对的，说1000道10000，这是剧情需要。但创作者们为了推动剧情，选择让莫无视这些过往集数遗留的问题，悉数甩给其他角色自行解决。某种意义上也让莫的塑造变得有点微妙。不过陈华这个问题还有挽回的余地，就看下集能不能让莫给出相对应的解释吧，即便已经晚了。聊完这点，我们再来谈谈寇德公开梦魇的情报过后所引发的剧情，即铁野与小樱在寇德撞见一事。细想之下，寇德据点随时可能被摧毁，还要往那边跑，纯纯送死。可铁野还是这么干了。虽然剧中未挑明，但比起他说的去确认情报真实性这个理由，我看着更像是去阻止小樱的。这就跟之前他拿上厕所当借口，想跟着莫去救出小樱是一个路数。从他能第一时间格挡小樱的突袭，同样能看出。接下来的打戏也很好的表现了铁野作为警察帅气的一面。可惜小樱的技巧更胜一筹，铁野只能燃尽于此了。我告诉你，副事件口袋有个打火机就能解决，你知道吧？为什么？烧他的手。哎呀，老前辈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同样，趁着这次临时加更的机会，我想把先前高桥优也透过铁野不受寇的守墓魇的影响来论证灵魂是无法改变的这个问题，再拎出来掰扯一下。在这个场景里，铁野为了劝小樱曾说，人死了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只有不负责任的人才这么做。想想还在世的他人的心情吧，但他却拿自己的死亡来验证寇德的阴谋，纯纯双标，好吧？你劝他了，那你不能双标呀。就他劝 Locks， 他自己都做不到，那有什么资格劝？对，过往直播讨论时，我们也就这点批判过铁野。可后面我又换了个角度思考，铁野本就是会为了验证组织的黑暗拿命当赌注的人。如果因为害怕被人说自己双标，就放弃拿命去验证寇德的阴谋，那么灵魂是无法改变的，也无法成立了。简单点讲，就是不这么做，他就不是副事件铁野。对啊。在进入下一个话题以前，容我先按照惯例讨一波这边反馈支持。数据 OK 的话，我这2周就把 OP2 印象解析给做出来。令招评屋每周日晚8点半后都会直播复盘当周热播特色剧。若想实时收看我们的独到解析，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更多精彩回放与精彩视频在等着你。这集具体引发了哪些争议，相信也不需要再赘述了。我只想在进入正题前，先问一下麦上以及屏幕前的各位，你们认为莫和小樱这一架到底有没有必要打？这2个人交代一下各自底，然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里可以完全不打。我也觉得是可以不打的，一定要打是因为场外因素。天一大手发力了，需要让这2个新玩具打一打。为了让他们打，所以要打。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场冲突中间的误会实在太多，看得观众相当憋屈也是事实。首先，小樱在 J-Lo 面前现身后，只是出言嘲讽了一句，从头到尾没把枪口对准他，也没阻拦 J-Lo 的去路，这已经很大度了吧？了结个人仇恨，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了哦。对，要知道小樱面对的既是间接导致局面变得如此严峻的人，更是当年狠心抛弃自己的司令官，你还要他怎样？就是你都跟我说 good luck 的，我喷你2句垃圾话没问题吧？是。他所表现出的状态就不是来杀 J-Lo 的啊。可小樱在这种危急关头变装潜入组织，还特地在仇人面前现身，手上还拿着枪，这也怪不得 J-Lo 会误会啊。而在我看来，经由 J-Lo 的恳求，小樱已准备放行，偏偏莫在这个时候乱入，这才使得局面在这变得严峻起来。从莫的视角来看，他只目睹了一直扬言要摧毁寇德的小樱手上拿着枪，对面站着的还是狠心抛弃小樱的 J-Lo。那么误会小樱是来杀 J-Lo 的，实属正常。对，更别提在莫的预知梦里，洛克斯可是为了摧毁寇德，不惜干掉 Number 5和 Number 6的狠人。如果这次来晚了一步，那么等待自己的会不会又是洛克斯的那句“你来得太晚了”呢？但话又说回来，莫与小樱相处了那么久，好感度也刷满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能误会小樱此行要把 Zero 杀掉，还要放弃沟通，直接带驱动器迎战，也挺难崩的就是了。对啊，而且两人完全是在鸡同鸭讲，说白了，一个 AN 一个 FN 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那个情况下很难沟通的。一定会误会，所以一定会打，因为你打了拖了时间，导致 Zero 死的，观众会这样想。但我说难听点，就是不打 Zero 也是要死。对啊，哪怕没打起来，只要 Zero 还有不得不留在基地的理由，他就不会跟着莫撤离，更不会让儿子陪着自己冒险。那么他必死的结局就无法改变。是啊，我更好奇的反而是他原本打算去干嘛，应该不是想要撤离吧？我觉得他是去确认后子里头所有的成员是不是都疏散干净了。我倒倾向于他是想去拿或者启动某样东西，用来帮助莫完成接下来的任务。也可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把对抗梦魇的技术分享出去。对，我们这里先假定 Zero 就是准备去干这事的，那么问题随之而来。现在灵要用这种科技去拯救人类，诺克斯会怎么做？拯救完再把这种科技消灭了，不行吗？我还等你拯救完吗？你拯救出又把这个5号梦魇、6号梦魇大王放出来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兄弟？对啊，你们为了根除梦魇灾害，直接导致世界马上要毁灭了，那又要怎么证明你 Zero 这一次的好心最后不会又办成了坏事呢？对，技术分享出去后，能否抑制事态进一步恶化，暂且不论。我先当它能，但从长远来看，这么做的弊端必然是大于利的。只要这种技术存在于世，哪怕血腥梦魇彻底摧毁蝌蚪，也会再滋生千万个蝌蚪。更何况蝌蚪好歹为了守护世界和平，多少还有点底线在。可这些技术落到其他人手上会怎样，我都不敢想。一句话总结，没有人能保证对抗梦魇的技术只用来对抗梦魇。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难道就非得让世界因为这些技术的滥用彻底失控的那一刻才来后悔吗？到那时候，无需血腥梦魇出手，人类自身便足以将世界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了。说难听点，诺克斯是在拆弹的，这个地雷不给他点掉，以后还有的烦。对啊，那相较而言，我宁愿相信 Zero 此行是为了别的目的，哪怕是100万撤离，也比将对抗梦魇的技术分享出去强上100倍。而且这样，小樱就不会再和 Zero 起直接冲突，他就更没理由干掉 Zero 了。但不得不说，哪怕这样，还是有观众产生了是你小樱间接害死 Zero 的想法，制作组也得老老实实受着。这个锅你肯定要背1/3，对不对？抛开事实不谈，你就没有一点错吧？对啊，我的评价是诺克斯应该买本书。还真是语言的艺术。可以。在进入本节的正题以前，容我先讲一句，能坚持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浅层的特色受众了。如果你刚好喜欢这个系列，也不想错过我后续制作的其他特色解析影片，请不要忘了订阅这个频道。OK， 最后一趴我们来聊聊之后较为关键的剧情线。首先是小樱，看下集预告，她总算和铁野喝上了一杯，夙愿已经达成了。是，但我觉得这个剧情展开，死亡 flag 拉满了。弹头酒吗？对啊，不是，42集你直接让2期下线，太早了吧？这后面7集让主角一个人打吧，是有点早。那最后2、3集再下线呢？比如和幻影同归于尽。可以，毕竟下集就安排斋二和莫打的话，剩下3个血腥梦魇的对位分配已经很明朗了。可以，每个人玩，自己干自己的事。所以说下一集卡拉斯梦会被打死吗？不是被打了又复活的那种？不知道，我觉得要么直接把斋二吞了，或者将斋二再次囚禁在他的深层心理世界里也行。这个还合理一点。主要是这集斋二和其他血腥梦魇对话时就有提到要吃掉自己的勇气，包括下集的标题也叫吞噬。那么斋二反过来被莫吞了，同样可以啊。对啊，下一集还是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卡塔斯洛不在莫的体内，我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不一定，毕竟 Zero 这集和莫打的那通电话里是还有东西没讲完的，就那个只有莫能做的任务内容。合理推测，他早就把这个任务该怎么做，包括你纠结的那个点的答案藏在了某处。那这个某处会在哪里呢？1. 赖达里头，因为摩托车人不是有个记忆体吗？哦，对。2. Zero 那张桌子里头，只因第32集山谷内十分刻意的拍了好几次那张桌子，给了2次，加上这集就算3次了。各位也千万别以为下集斋二把家居梦给毁了就不能在那张桌子里，毕竟恢复梦胶囊还没发力呢。豆奶油。3. 如果莫的妈妈后续真会登场，且她的确是前9尾人助力定位的话，那么让她在梦里给莫讲解一遍，是不是也可以呢？对，要是能借由这1、2、3任意一点，顺势把莫为什么会做了一场预知梦一同解释下，那我的心结也彻底解开了。不过按照近期的叙事节奏，这部分究竟会不会给解释，我不好说了。
有一些东西你可以明显看到它还没有脱离前面那个慢慢挤牙膏的剧情节奏。对，它设定本来就不是说很好懂了，我们一堆旅试图为这部作品搭建一个帮助大家理解，或者是我们自己认为是怎样的世界观，但是说白了这只是我们的理解。如果有一部剧是需要观众美中去理解世界观，他自己却什么都不说，虽然我觉得很有趣，但平心而论还是很奇怪的。对，我原以为这集会给出 Zero 当年为什么不给 No.4 增援的理由的，结果当事人啥都没说就死了，搞得我有点怕剩下的谜团是不是也打算这么处理。你站在一个正常的故事逻辑结构猜出来的所有的可能性全部被他否掉，那你是在玩我。再怎么草率，你总得把他妈有些东西给我解释清楚啊！你最终不解说一句话，你这部作品真的是梦到哪写哪了。主要是你还没播完，所以只能接着看。对，但他不一定会收。肯定会解一点，不会完全不解。但我们比较在意的几个点，比如说劳模的问题，他可能真的不会解。那个倒还好，但莫做预知梦会不会是 Zero 布的局，以及 Zero 抛弃小樱的原因，我还是希望接下来的节目中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的，不然我对 Z 子也无法释怀了。是，那不知道麦上以及屏幕前各位对于 Z 子还有什么纠结的点呢？我这点其实不多，比如啊，梦魇是从哪来的？这个剧中倒是已经给过解释了，但如果他们想再往上一层挖掘的话，引向外星人也是完全可以的。主要是我们早前也分析过，Z 子不止2次，不止3次，不止4次，不止5次，不止6次出现过外星人要素。这个恐龙灭绝太外星人了，太天外来客了，你懂我意思吗？他直接不圆的，你给他圆回来。我给他圆呗。你给他圆。那怎么办？那我问你，4次圆人这个问题，他圆了没圆吧？哎，他们还在想办。对呀，不谈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再发一次那张图了。高桥先生不是这样的。我先相信他不是。真的吗？我觉得这个故事确实还有可能在藏东西的，接着看吧。是的，某种意义上，这次临时加更是专门为了给诺克斯平反才包的饺子。如果各位想对这个角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建议马上回顾一下我上周发的这期专题解读。别熬夜，拜拜。祝好梦。